财政官员的艳照门。一个年轻貌美的京城女大学生，一个年过半百事业有成的财政官员，一个游戏人生的花花公子，因为几张艳照让他们的命运纠葛在一起，并且深深陷入一场艳照门中。董小华是北京市某区的一个财政官员，已经50多岁的董小华呀，手握着财政大权，并且因为工作出色，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。当地人呢，称他为优秀的财神爷。董小华的妻子刘于琴是一所中学的老师，他们的一对子女都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，并且在2008年6月份毕业。早在这年春节过后，两个孩子呢就都找到了不错的单位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感觉自己的人生啊已经趋于完美了，再也没有什么压力的事儿了。他沉浸在巨大的满足之中，可谁想到麻烦从天而降。2008年2月18号，董小华下班之后正开着车回家呢，突然手机响了，他来不及细看，就本能地接了起来。里边啊传出一个娇滴滴的女孩的声音：“喂，赵大哥吗？我是王佳呀，怎么这么久不给我打电话啊？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去怀柔玩啊？”董小华一听就知道打错了，按照自己原来的脾气，肯定是骂一句神经病，就挂掉电话。但听到电话里边的女孩声音甜美，他呢也忍不住解释了几句：“小姐，你打错了，我不姓赵，姓董。”“不可能啊，我没有打错，你不会装作不认识我吧？说好周末你请我到郊区一起玩呢，你还说过开车来学校接我，是不是嫂子在身边不方便呢？”董小华呢，原本就是一个善谈的人，平时也喜欢耍贫嘴。他感觉给自己打电话的小女孩好像涉世未深，有点天真浪漫。他呢，就调侃了几句：“小妹，你真打错了。不过呀，我确实在郊区，这可是我的地盘，你要去哪玩，我可以免费给你当导游。”这样一来二去呢，董小华和王佳慢慢的聊了起来。王佳甜美的声音把董小华的心挠得直痒痒。通过聊天，董小华得知王佳21岁，是北京昌平区人，在北京某学院读书，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旅游玩儿。对方的学生身份和爱好，更使得董小华呢有了某种渴望。结束通话之后，他暗暗地把这个错接的电话号码储存在手机里。每天下班之前呢，董小华都会像着了魔似的，习惯性的拨打这个号码和王佳瞎聊那么几句。电话里面，王佳爽朗的笑声和青春女孩特有的娇嗲，常常让董小华心里边涌起一种莫名的兴奋，他想见到王佳的心情也越来越强烈。经过几次电话联系之后，董小华热情地邀请王佳到怀柔去玩，王佳爽快地答应了。2008年2月27号中午，董小华开着自己的轿车接上了王佳。嘿，一看这王佳果然没让自己失望，的确是一个漂亮的学生妹。王佳呀，中午啊，我请你吃红鳟鱼吧，好好的给你补一补，当学生太辛苦了。好啊，董哥，我听你安排，晚上我可不走了啊。这话一出，董小华差点跳了起来。哎呦，这真是想什么来什么，
怪不得自己这2天眼皮老跳，嘿嘿，这是要走桃花运了。行啊，那我呀就舍命陪美人了。吃完午饭之后，董小华带着王家开车转遍了风景区，并且到旅游度假村开了一个房间。开好房间之后，俩人坐在房间里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，心不在焉的看着电视。快到晚上8点的时候，董小华假装着说：小佳呀，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我去再开一个房间。董哥，在这大山里，我一个人有点害怕。董小华这次算是得到了明确的暗示，看着王家害羞的眼神，他嘴里说着：怕什么呀？怕色狼吗？说着，他的一双大手突然握住了王家的手，王家没有反抗，头压得更低了。董小华一下子就把王家揽在了怀里。王家说：董哥，你能先洗一下澡吗？我有洁癖。董小华欣喜若狂，这时候别说洗澡了，让干什么都行啊！赶紧跑进了卫生间。洗澡出来之后，他扑向了王家。然而，他的狂喜在一瞬间就冷却了下来。就在他脱光王家衣服的一瞬间，房间的门突然被一脚踹开，2个蒙着头的青年闯了进来。还没等董小华反应过来，照相机的闪光灯咔咔的在眼前闪烁不停。2个一丝不挂的裸体男女惊恐地望着镜头，不知所措。拍完照之后，一个小青年边说边冲过来，给了王家一个耳光，并且对董小华说：妈的，连我们大哥的女人也敢上，信不信我一刀劈了你啊！并且呢，命令王家穿上衣服跟他们走。这一下董小华可傻眼了：2位兄弟，我错了，有话好好说，我没什么跟你说的，你等我大哥的电话吧。说完，2个人带着王家扬长而去。董小华知道自己栽了，暗恨自己鬼迷心窍，色胆包天。他无法预料这事儿有什么后果，但可以肯定，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啊！想到这儿，董小华慌慌张张地穿上衣服开车回家，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命运的安排。果不其然，第2天上午，董小华的手机有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进来。老兄啊，你竟然敢玩我媳妇儿，绿帽子我也戴了，这口气我可不能忍，你必须给我60万补偿，否则我就把照片贴到你单位门口、家门口，我让你的同事、家人、邻居都知道你他妈是个什么玩意儿。董小华越听这心里边越慌，大冬天的竟然冒了一身的冷汗。但他到底是见过世面的人，听得出来对方使用的是魔音手机，就这声音是通过处理的，而且心里也明白这次是掉到别人下好的圈套里了，不破财是不可能了。他开始讨价还价，最后对方答应必须给38万，半个月内付清，否则就让他身败名裂。奋斗了半辈子，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了，如果因此葬送了自己的前程和家庭，再落个身败名裂，这是董小华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呀。他决定忍痛放血。2008年3月1号下午，董小华按照对方给的账号，在一家农业银行网点汇了3万块，这是他汇出的第一笔。后来他在这个网点又分3次把38万付清了。从这儿之后果然是风平浪静。
董小华舒了一口气，以为自己是破财免灾了。2008年3月5号下午，董小华意外的又接到了一个电话，这次对方没有用魔音手机，而是用原本的声音问他：喂，董主任吗？最近有麻烦吧？是不是被人骗了38万呢？董小华汗毛都竖起来了。你是谁呀？你怎么知道的？那么这个给董小华打电话的人到底是谁呢？他又有什么目的呢？董小华呀，在2008年3月5号下午，意外的又接到了一个电话。这次对方没有用模拟声音的软件，而是直接用原本的声音问的：董主任嘛，最近有麻烦吧？是不是被人骗了38万呢？董小华的汗毛都竖起来了。你是谁呀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是谁你不用管，反正我知道你的好事儿，也知道谁是幕后主使。我现在啊，不想跟他干了。我们老大对兄弟挺抠门的，我在离开之前呢，想把你要的照片跟胶卷偷出来还给你，怎么样啊？董小华一听，嘿，真是天无绝人之路。因为照片没拿到手，自己呢还担心他们继续敲诈勒索，没想到峰回路转。但他明白，打电话这人肯定不会无利不起早，他就问：你要多少钱呢？董主任，我妈呀得重病了，急需要一笔钱，咱们呢就做个交易。你要觉得合适啊，先给我1万块钱做活动经费，偷出来之后，我一并把谁干的也告诉你，我不蒙你，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我叫大宝。董小华病急乱投医，他决定相信这个自称大宝的人，就往他提供的账户里边啊汇了1万块钱。2008年3月6号，大宝打过来电话：董主任，我已经把胶卷跟相片都偷出来了，这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偷的，您怎么着也得给5万吧？如果你不给，后果自负。董小华这一下子感觉是刚出虎穴又入狼群，但事已至此也没别的法子了，就又打过去了5万块，并且要求呢尽快把照片拿给他。3月8号，大宝又打电话来：我妈已经住院了，急需要钱，您呢再给我打3万，要是不汇钱，导致我妈有个好歹的，我会疯狂的报复你，我告诉你，我饶不了你。董小华一听也没办法啊，接着打钱吧。从这一天开始，大宝以母亲在医院需要各种治疗花费为名，几乎每隔1、2天就要一次钱。自2008年3月10号一直持续到了5月5号，一共汇款27次，总计70多万。董小华一直被大宝牵着鼻子走，天天奔波在单位和银行之间，他都感觉快疯了都，这不是人过的日子了。可也没别的办法，这大宝一直不露面，要钱的电话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响起来，折磨的他呀，一听到电话铃就会浑身的打哆嗦。2008年5月10号，阴魂不散的大宝又打来电话了，这回啊不叫董主任了，叫董哥。董哥，告诉您一个坏消息，我偷照片的事儿被他们发现了，他们把我的腿他妈打折了，现在已经被送到医院了。医生说了，腿得截肢，还得换个假肢，
住院费最少20万，这钱应该你出吧？要不然下半辈子你可得养着我。董小华明知道是假的，但也希望这是真的。如果是真的，也能为自己出口恶气。你小子，你活该！这小子太坏了，老天爷也不开眼，怎么没把他打死呢？可想归想，最终啊，还是按照大宝的要求把钱打过去了。此后，自2008年5月10号到7月19号之间，大宝以自己看病为借口，先后要了13次钱，一共55万余元。2008年7月下旬的一天，大宝又打电话了：“董哥，我准备把这些东西还给您，您给我点钱，5万就行。”董小华终于忍无可忍了：“兄弟，我都给你们那么多钱了啊，你一回都没有兑现你的承诺，还好意思要啊？钱我可以给，但你必须得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”行，董哥，就这么办。第二天，董小华开车到了北京市顺义区第一医院门口，又按照大宝的要求改为打车到顺义现代汽车城的大门口。自称叫大宝的人真来了，还带着一胖子。见面之后呢，那个胖子给了董小华一个塑料袋，里边有一部相机和一轴胶卷。大宝说了：“董哥，东西都在这儿了，今天要拿走，您再给我5万。”董小华担心大宝反悔，就答应了。由于当天没带那么多钱，双方又约了时间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离开的时候，董小华看着大宝活蹦乱跳的，就问他：“你不说腿被打折了吗？啊？”“嘿，董哥，我也不瞒您跟您说实话，我们就是想从您这儿弄点钱花。不是知道您菩萨心肠吗？就随便编了这个瞎话。但这回给您的可是真东西啊。”第二天，大宝打电话过来询问情况，董小华苦笑着说：“我是真没钱了，只筹到了2万。”大宝说了：“董哥，这样，你先来拿东西，剩下的算你欠我的。”然后董小华和大宝约在顺义枯柳树环岛见面，拿着了照相机跟胶卷。可是他不敢把这些罪证拿回家，这让老婆看见，这条老命还能有啊？他呢，就找到了一家照相馆，让工作人员看看。他这也是自己长了个心眼儿。结果人一看，这相机是模型玩具，假的，胶卷呢是没用过的空白胶卷。董小华这个恨他娘的又被骗了。董小华从照相馆出来，气狠狠地把东西扔进了垃圾桶。在此之后，大宝又运用这种猫捉老鼠的方式，向董小华诈骗了8万多元。那段时间呢，身为单位一把手的董小华动不动就对下层发脾气，回家呢也是有事没事的就跟老婆吵架，他心里不痛快。单位同事跟家人都很纳闷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老董平时开朗幽默，为人挺随和，最近怎么火气这么大呀？单位的同事不敢问他，谁敢问呐？这单位的大 boss 领导问他，这不作死呢吗？这个可老婆无所谓啊，老婆问了他几回，他都是没好气儿的说，工作压力大，心里不痛快。老婆呢也就不再理会。
谁都不知道此时的董小华在经历着怎样的一番煎熬。但所有的这一切，他都没法跟别人说，只能是自作自受。精神上的煎熬，咱能咬着牙忍着，可这经济上出现的危机，这可快把他压垮了，没钱呐。据案发后警方查实，最初汇出的38万呢，是董小华本人的积蓄。因为家里边的财政大权呢，是他一手掌握，银行卡就在他手上，所以他老婆一直不知道，俩人这么多年攒的钱已经是取空了。而后面陆陆续续汇给大宝一共133万，是在他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，向家人呐谎称说投资失败了，把家里的一套闲置的房子卖了30多万。而后呢，又以同样的理由向自己的2个好朋友借了100万。至此，董小华不仅是身无分文一无所有了，更欠下了100万的外债。可要命的证据，那照片相机还没拿着呢。2008年8月中旬，正好是北京奥运会期间，大宝又打来电话了。哥，之前我们给你的东西都是假的这我也认。这回我要给你真的，咱们谈一谈吧。见面之后，大宝呢邀请董小华去做足疗，一边做着足疗一边聊天。哥，不是我不想给你，你说咱们打交道都这么长时间了，我的为人您还不清楚吗？董小华这心里边想，这血不要脸的你的为人我太清楚了，你就不是个人呢你大宝又跟董小华说，哥，确实是周围的人一直在拦着我，说给的钱太少了，这些人呢准备把胶卷抢走，重新敲诈您。我听了我都气不打一处来，他们怎么能这么为难哥呢做兄弟的呀也全是为董哥您着想。这么着，您如果再拿6万，我就赶紧把东西给您，剩下的事儿您甭管了。董小华虽然心里边也不老相信呢，可不给他钱又怎么办呢？找朋友又借了6万给了他。为了以防万一，董小华这回要求先验货再给钱。大宝上了董小华的车，拿出一卷胶卷打开来说，哥，冲洗过的胶卷，一面是黄的，一面是黑的，您看看。董小华一看，这胶卷确实一面黄一面黑，这是真拍过的，真用过的，就相信了。他拿着胶卷之后，再次走进了照相馆。这回照相馆的老板都忍不住了。我说，老兄你怎么老是拿新的胶卷到这儿冲洗新胶卷？我听人说，凡是一面黄一面黑的都是用过的拍过的呀。你听谁说的呀？谁这么蒙事我告诉您只要是照过冲洗过的胶卷上面都有图像，这点常识您老兄都不懂董小华是如梦初醒，是怎么这点常识我都不懂哎呀，我那钱呐，我真是被这敲诈给我诈成弱智了都。2008年8月26号，大宝又给董小华打电话了。哥，我现在在东北呢，我媳妇儿查出来子宫瘤，需要住院手术，您看能不能再给点我说，你个王八蛋，你他妈休想，我没钱了，我给你们够多的了，这么多回你一直在骗我，我再也不相信你了。哥，您别生气，我保证这回是真的，您只要把钱给我，我就把照片跟胶卷给您送过去，行不行哥，我求您，我真遇上难事儿了。
不行，我要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大宝这一听，终于没了耐性了。行，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，我看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我媳妇儿都病成这样了，你还他妈这么啰嗦，你别怪我不客气。听到大宝这么生气，董小华是咬碎了牙，这心里这个恨呢。行吧，把账号给我吧。1个月，先后又给大宝汇了7次钱，一共是39万4千块钱。不用说呀，又是借的，把亲戚朋友恨不得都快借遍了都。2008年9月中旬，大宝又打来电话，董小华知道催命鬼来了。可出乎意料的是，这次大宝竟然在电话里边哭了。哥，我媳妇儿的病情比我想象的严重，手术很麻烦，得60万，要不然就没命了。哥，我知道你有钱，你再给我25万行不行？等我有钱了，我一定还给你。董小华知道这大宝又演戏呢，这回演得更像了，哭戏都学会了啊。他觉得很恶心，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。不出所料，又是惯用的伎俩，先礼后兵，最后翻脸，以公布照片要挟他。董小华又动摇了，给吧，大宝毕竟答应，给钱之后就把照片还了，再信这孙子一回吧。就这样，董小华先后借了25万，亲自送给接头人。而事实上啊，这些接头人里，有的是大宝派来的，有的呢则不是。接头人往往拿到钱之后，就说照片啊在别人手里，你呢在这儿等一会儿，马上就送过来。可怜的董小华，原地等大半天，连个影子也没等着呀。2008年11月初，大宝又打来电话了，这回要求更过分了。哥，他们都说云南好玩，我媳妇儿这不病刚好吗？我准备带她去玩一趟去，您看能不能给点赞助啊？纵然董小华神通广大，现在也没法再跟朋友们借钱了，都借遍了。兄弟，我是真没钱了，你总不能逼着我去卖血卖肉吧？啊？那边呢，大宝还开导他呢，哥，你那么多钱都给了，何必在乎这点呢？我保证这是最后一回了。董小华现在最忍无可忍的就是听到最后这2个字儿，这都最后了好几十回了，也没到最后呢，那这回会是最后吗？我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了啊，说哎呀，讲的这个案子假的吧，故事吧，杂志里边找的小说吧，真实世界里怎么会有这么蠢的人呢？在这儿呢，跟大伙儿说，案件的确是真实的案件，并且是2008年至2009年北京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件之一，不算一个什么特别恶性的大案件，那么它怎么就算典型案件了呢？就源于这起案件之中，无论是犯罪嫌疑人还是说被害人，每个当事人都有着自己的欲望，而之所以一步一步走到最后，也正是由于自己的欲望没有能够得到控制所引起的。那么大家说的，真实世界里怎么会有人这么蠢呢？大家不要忘记，董小华他是一个区财政部门的一把手，马上要退休了，名声很好啊，并且家庭非常的和睦幸福。这种人往往最珍惜的就是自己的名声啊，也就是所谓的珍惜自己的羽毛。
如果说一旦报警或者采用其他的办法，那么这件事情很快就会传扬出去。他是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，所以才天真的认为能不能用钱来摆平。那么到底董小华用钱摆平没摆平呢？咱们呢接着聊。董小华一次又一次接到大宝的电话，他实在是受不了了。这次他决定再也不能妥协退让了，自己已经被他们害得太惨了，如果再这么下去，命都得搭进去。董小华的第一个想法是报警，可是他马上又想到，警方一旦参与自己的丑事，肯定会暴露，到时候身败名裂，自己辛辛苦苦的跟这些人周旋汇钱，不就是想保住自己这点名声吗？思前想后，他决定以恶制恶，找人抓住他们，要回钱来。董小华决定求助自己的表弟陈将。陈将呢，当年38岁，是北京市怀柔区一家汽配公司的副总，跟社会上的人来往不少。平时董小华在业务上呢也没少帮他，因此陈将对表哥是唯命是从。董小华就向表弟说出了自己的遭遇跟意图。表弟呢义愤填膺，马上同意帮他出头，还告诉他，哥，你放心，这事儿我跟谁也不说。2008年11月16号，表弟叫来的人手全部到齐了。这时候大宝的电话又打来了，董哥，咱们这样交易太麻烦了，大伙儿都很辛苦，我也不再找你要什么赞助了，我看咱们来个最后的了结吧，你就给我5万，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，怎么样？你要是不相信，我就先把照片洗出来给您看看，但现在我手上真是1分钱也没有了，你先给我3000块钱，你让我洗个照片吧。董小华当即汇了3000块钱，这是董小华给大宝汇出的最后一笔钱。之后董小华约大宝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大宝呢随即被陈将带来的帮手当场抓获。董小华逼问大宝，你把敲诈我的钱都藏在哪儿了啊？哥，我全花掉了，都花小姐身上了。在这儿之后，任凭董小华、陈将他们怎么威逼利诱，大宝身上是1分钱也拿不出来。董小华身为财政官员，还是有一定的素养的，他呢不敢擅自做主对大宝实施暴力。他大致算了一下，除了早先的那38万，先后直接给了这个大宝226万多，而这些钱有近200万是找朋友借的。为了讨回这笔巨款，董小华痛定思痛，只好硬着头皮把大宝扭送到了北京市怀柔区公安分局报案。在接受警方讯问的时候呢，董小华不想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但他呢不得不配合警方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如实的供述出来，并且苦苦的哀求警方千万别向单位通报他被诈骗的情况。随着审讯的深入，大宝又供出了一个叫王凯的同伙。令人诧异的是，诈骗董小华的主谋并不是大宝，而是北京怀柔人王凯。王凯当年24岁，初中文化，在怀柔呢开了一家小建材公司，但是公司的生意不怎么景气。随后警方准备拘捕王凯，而王凯闻风而逃。警方根据大宝提供的线索，拘捕了自称叫王家的北京城市学院的学生张平，由此这起诈骗案才呈现出一个完整的脉络。2007年10月的一个周末，王凯的小学同学刘东带着几个同学呢到怀柔玩，
为了在同学面前充面子，刘东让王凯做东，请自己在北京城市学院上学的几个同学吃饭。吃饭的时候啊，刘东跟同学们吹嘘说王凯哥10几岁就社会上闯荡，在北京很有势力，黑白两道都有人，没什么事能够难得住他。大伙儿要是有什么难事了，尽管找凯哥。王凯听刘东这么吹嘘自己，这心里边也高兴，俨然呢以老大自居，高谈阔论，这目光啊时不时落在张平身上。王凯向张平大献殷勤，并且大肆吹捧自己的能力。随着交流的深入，王凯很快就得知张平来自河北省徐水县，家境很一般。此后呢，王凯经常单独约张平到怀柔来玩。王凯出手极其阔绰，有时候还有一帮小弟前呼后拥的。张平啊，感觉自己跟公主似的，还感慨说呢，还是有钱好啊，这才叫生活。王凯的良苦用心也换来了张平的以身相许。2008年2月的一个周末，张平发现王凯愁眉苦脸的，一问才知道王凯最近做生意赔了100多万。张平心疼地跟他说，别难过了，咱们还年轻，慢慢挣吧。王凯对张平说，我呀因为做生意认识几个官员挺有钱的，我有个办法可以让他们拿出点钱来给我们，但是需要你的帮忙，你愿意帮助我吗？张平表示同意，并且问他该怎么帮。这几个人呢都很好色，你去勾引他们去，假意要和这些人上床，等衣服脱光之后，我就安排人拍你们上床的裸照。他们这些官员呢就怕这些东西，只要把柄在咱这儿，不愁不给钱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占你便宜，我们呢会把握分寸的。啊，这不是犯法吗？照片不会外传吧？我还上学呢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我了解他们这帮人呢，最关心的就是名声，他们只会花钱消灾，照片我保证绝不外传，绝对不会影响到你的前程啊。张平心里边虽然不是很乐意，但是想到王凯对自己确实不错，不帮他一把也说不过去，再说了自己也缺钱。于是王凯给了张平一个手机号，如此这般如此的教了一番，董小华呢就接到了这个打错的电话。王凯之所以挑董小华下手，是因为他和几个生意上的朋友吃饭的时候啊，在酒桌上碰到过董小华，得知董小华是当地的财神爷，并且跟自己一样出生于怀柔北房镇，于是对他大献殷勤。两个人认识之后啊，董小华还帮过王凯的忙呢。急切想搞到钱的王凯可不念着旧情，毫不手软的决定从董小华下刀。这王家正是张平，张平确实是不辱使命，通过扮可爱装天真，迅速让董小华春心荡漾起来。俩人那天开房之后，张平用手机短信告诉了王凯自己所处的位置。王凯他们呢，之前一路追踪到了酒店，并且派2个小兄弟在他们隔壁开了一间房。接着就出现了2个蒙面青年捉奸在床，拍下艳照的场面。要说起来，这王凯也真是有意思，在设计这个陷阱的时候，连胶卷钱都懒得出，来的人呢只不过是拿着个空相机在那儿大按闪光灯，啪啪的照，其实什么没照上。事实上呢，张平也是个受骗者。王凯说生意亏100万是骗他的，目的就是想让他协助诈骗。带走张平之后的那天晚上，王凯连哄带骗的把他送到学校，给了他3000块钱，并且告诉他以后不要再到怀柔，免得被董小华碰到耽误了事儿。王凯因为跟董小华认识，担心他听出自己的声音，于是啊
就让大宝给他打电话联系。28岁的大宝真名叫周宝，跟王凯同岁，是河北省隆化县的农民，也是个游手好闲的主。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王凯的，之后呢，成了王凯的手下。王凯拿到董小华一开始给他38万之后，有点出乎意料。本来他感觉能榨出10万块钱就不错了，没想到董小华还挺痛快。王凯拿到钱之后，觉得差不多了，就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熟人，和张平开始了另一轮诈骗。而周宝却仿佛看到了金矿了，他觉得这个董小华很容易上当于是决定背着王凯大干一票，就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诈骗，跟猫捉老鼠一样，先后从董小华那儿分60多次，一共敲诈了210多万。事儿到这儿，这起案件似乎该告一段落了。可是案情还有着一些更好玩的小插曲。随着周宝的诈骗行为越来越明朗化，诈骗董小华已经发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。周宝身边的小混混周林松、张吉庆、曹坤等4人听了周宝的吹嘘，觉得这钱太容易了，董小华简直就是个自动取款机又纷纷瞒着大宝仿效他的行为，给董小华打电话说手里也有艳照，向他要钱。可怜的董小华分不清真假，每回都是有求必应，先后给了这4个人6万多块。就在周宝刚刚被抓获的几天里，还有几个人给董小华打电话勒索也被警方一一抓获。那么周宝诈骗了210万元都到哪儿了呢？警方到了周宝在河北省隆化县的老家调查的时候，发现他的父母仍然住在破旧的农房里，家里一样值钱的东西也没有。他的父亲说，儿子已经1年没回家了，更没有向家里寄过1分钱。在警方的讯问之下，周宝承认他将敲诈勒索来的210万全部挥霍在了京城一个赫赫有名的夜总会里。原来周宝患有甲状腺机能亢进，发病的时候很痛苦，为了补偿自己，决定好好潇洒一回。自2008年6月开始，化名李杰，天天泡在夜总会，每晚消费都不低于1万块，每次去都找10多个女孩子陪着他，每次点一个1800的中包间，陪他唱歌的一个小姐至少得给400块，连门口的服务生跟他问声好，他都会给人家100块钱的小费。不仅如此，周宝在后来诈骗董小华的钱越来越少的时候，还骗了一个坐台小姐10万来块呢，这些钱也被他挥霍一空。到这儿，这起案件所有的脉络都被理清了。每个人都有见不得人的欲望。张平出身贫寒，为了摆脱贫困，好不容易考上大学，但没有利用自己的青春和知识创造财富，而是幻想嫁个有钱人，一念之差，选择了出卖色相，走向犯罪的歧路。董小华年过半百了，家庭美满，事业有成，然而在平淡之中想着激情一回，一念贪欲让自己落入了圈套。为了保住家庭和地位，选择了妥协退让，结果被敲诈的体无完肤，先后被敲诈了263.9万元人民币。他不仅向6个做生意的朋友打下借条，借了200多万，欠下了巨额债务，也让自己剩下的这半辈子陷入了漫漫的还债之路。纸是包不住火的，他的荒唐之举跟被骗的事实，在调查取证的过程之中，还是传到了单位、家人和亲朋好友的耳朵里。上级单位很快对他做出了停职检查的处理。虽然最后经过调查核实，董小华确实没有贪赃枉法的行为，
他被骗的巨额赔款的确是向朋友所借的，还有自己的合法收入所得的，但他的丑事终究是传出去了。周围人的嘲笑、鄙视他的目光，以及他的妻子、孩子对他谴责的目光，这都让董小华的后半辈子可不好受。2009年5月20号，周宝、张平等犯罪嫌疑人站在了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的法庭上，他们将接受法律无情的审判。